普列斯坦宫，这里又名玫瑰宫。这里的宫殿太老旧了，他要享受踏着国王的那种爽快感。来这儿之前一定要戴着墨镜进来，不然一会儿就会晃得眼花。古丽就是跟新疆语一样，古丽指的是鲜花，然后斯坦是什么什么的地方，所以普列斯坦宫就是开满鲜花的地方。普列斯坦宫最早是建于萨法维王朝，那个时候他们还很小，在卡扎尔时期重建，最后是到了巴列维时期的时候，巴列维王里萨说，这里的宫殿太老旧了，太传统了，不符合现代的审美，于是他就下令拆掉了一半的建筑。所以说，现在的普列斯坦宫里边所保留的都是剩下的那些没有被拆毁的一些建筑。现在这里已经被定为了世界文化遗产。在我身后就是他们的一个主宫殿。看到这个白色围布围着的了吗？布后面就是著名的大理石王座。铺这个白布是因为这边常年朝着阳光直射，不动这个布的话，大理石王座就整个都被晒坏了。我现在进入的这个房间就是著名的大理石王座厅，墙面、天花板上都是镶嵌了大量的镜子，亮晶晶、bling bling 的。然后这边还有彩色的玻璃。我身后这个就是著名的大理石王座。这个大理石王座是1806年建造，由65块产自亚兹德的著名黄色大理石制成的。前面的台阶上面有2个狮子样的装饰，然后呢，它的支撑很有意思。这边是3个天使，那边是3个天使，然后这底下是2个恶魔，后面在最后面这里还有1个恶魔，一共是3个恶魔和6个天使支撑。巴列维1世和2世都是在这个王座上做的加冕仪式。穿过在王座厅的另一边的小门，又是一个贴满镜子的小房间，房顶吊灯和中国的宫灯造型挺像的。继续往里走的房间有满墙的画作，这个房间建于1895年，这些画作也都有着上百年的历史。叫什么卡什么尼？卡西尼好像。这地方有一特有意思的事儿，这个宫不是在卡扎尔王朝时期复建过吗？就是重新修过。然后呢，到了赞德王朝的时候，创立人因为特别恨卡扎尔的那个王，于是他专门从设拉子把卡扎尔的那个王的尸骨给挖出来，然后就埋在了这个底下。但是呢，他为什么把那个尸骨埋在这个台阶底下呢？就是因为他要享受每天踏着那个国王尸骨踩上去的时候的那种爽快感，一种邪恶的快感。这是一个小的大理石王座，赞德王朝修建的。他特别喜欢在不办公的时候坐在这个上抽着烟，享赏一些心事，甚至可能邀1-2个乐师大臣来这儿给他唱唱歌曲来静心。然后这里可以看到这个位置有喷泉，有水渠。这个水渠的喷泉其实是一直连到这个台子上的。他们启用的水渠之后，可以降低夏天的温度。降温之后流下来的水就是顺这条渠，就完全不浪费，除了降温纳凉，还可以灌溉花园。但是现在你也看了，干了，就是说明他们已经不用这个水渠系统。这个墓碑是卡扎尔王朝最后一个国王纳萨尔的墓碑，上面就是纳萨尔的全身像。据说这个墓碑曾经丢过，是后来又找回来的，也不知道到底是丢哪儿了。这个房间是历代国王从卡扎尔时期一直到巴列维时期，王子啊、国王啊，然后以及皇室成员的画像。反正谁是谁我们也不认识，总有一种感觉就是他们这个伊朗风格的人物绘画，好像都觉得头有点大，身子有点短，比例好像有点失调。这个钢琴是当时外国的国王或者上层送给卡扎尔国王。眼前的是卡扎尔国王一家子的画像，而这张刻画了国王在狩猎的场景。这个房间应该都是一些皇室器具的收藏。这儿有双筒望远镜，还有大型望远镜摆在房间对面。
还有一些其他的生活用品。这些应该都是象牙的权杖、镜子、首饰盒，然后笔。这个屋子的房间非常有特点，它是淡蓝色的顶加上石膏的浮雕，看起来是低调的华丽。这边是国王的各种勋章，就是他挂在衣服两边肩章，应该是。这个房间可以看到都是一些武器，有弓箭，有弯刀，这边还有国王用的一些权杖，应该就手杖吧。那个时候好像他们就学欧洲要有手杖，然后这是一些匕首、短刀、长刀、弯刀，还有一些枪。我正在沿着静听的楼梯往上爬，到处都是不灵不灵的、闪亮亮的镜子，看得人眼花缭乱。上来之后，这边也是不灵不灵的，幸好我听了别人的建议。来这儿之前一定要戴着墨镜进来，不然一会儿就会晃得眼花。现在确实是觉得戴着墨镜好得多，没有那么晃。我们要进入第一个大厅了，这边这个是他们最主要的，就是皇宫接待大厅，也是不灵不灵的大镜子。这边陈列的都是巴列维时期国王房间里边所用的东西。然后你可以看华丽丽的瓷砖地板，有漂亮的花纹。现在是为了保护，所以游客脚踩的地方是铺了地毯。然后这边的枝形吊灯非常漂亮，很高很大，吊灯上面也都是华丽丽的。中间这个位置是一个挺古老的波斯地毯，但是感觉现在都掉色，就是感觉有点脏。新的时候应该不会这么暗的颜色。来这个房间就是这个接待大厅，就一定不能忘了这把椅子。这把椅子是在卡扎尔王朝的第4任君主纳萨尔丁最后的生日宴的时候，坐在这把椅子上，正开开心心的准备开他的生日宴，结果就被人暗杀了。然后现在椅子上面应该还能看到当年的血迹，椅背上有残留的一些血迹，所以这个椅子很关键被照顾。再来就是来看这儿的第二个重点，就是这边，就是这个假的人像，他坐的那把椅子其实是特别有名的孔雀王座，据说后面镶了2万多个大大小小不同的宝石。真正的孔雀王座其实是保存在德黑兰的珠宝博物馆，所以咱们只能看到一个赝品，所以它看起来一点也不灵不灵。大厅的另一侧摆放着来自西方的钟表，本身没什么特别，4条腿有点意思，4个狮子头各配上1条狮腿。接下来我们来到走廊对面，这个房间叫象牙大厅，它名字的来源就是看主位有2颗巨大的象牙，然后这个厅里边的家具都是当时一些起居的用品，就是沙发呀，然后椅子。卡扎尔国王纳萨尔去欧洲之后，他就被欧洲的那种建筑风格深深的吸引，于是当他回来之后，他就开始做了各种各样的欧洲风格的装饰和家具。但是呢，他又脱离不了波斯自己民族的东西，然后在底下铺了波斯地毯，还有一些其他的波斯风格的装饰，比如说像那些立柱的花纹啊，那些雕花，所以就形成了独特的欧不欧、波不波的混搭风。墙上这位的画像就是著名的卡扎尔第4代国王纳萨尔丁，就是那个很闹那个，就是那个被暗杀掉的。这个是一个小的餐具博物馆，里边是世界各地送给伊朗国王的餐具，有拿破仑赠送的描绘拿破仑战争的餐具，还有沙皇尼古拉斯一世赠送的餐具，英国维多利亚女王赠送的镶嵌宝石的餐具，德国威廉2世赠送的餐具，沙皇亚历山大3世赠送的孔雀石餐具。各国送给伊朗的这些个锅碗瓢盆啊什么的，实在是太多了，我们实在拍不过来。不过有的还是挺精美的。完全拍不过来，全都是，而且各种风格都有。因为伊朗的阳光特别的强烈，他们这边的博物馆都把灯开得特别暗，还把窗帘都拉上，然后导致每一个房间也都很暗。普列斯坦宫最后值得看的就是这个太阳宫，它
然后这个宫是整个古列斯坦宫里最高的建筑，当时是卡扎尔的国王纳萨尔丁，他想找一个全城最高的地方，然后好让他能俯瞰整个德黑兰，于是他就下令建造了这个宫。然后这个宫前面有一个空的门廊，门廊里边依然是镜子，然后他那个时候就会坐在这个门廊里边看下面的古乐表演啊，然后歌舞表演啊，这底下的壁画也能展示出来，说这底下是演奏乐器的。等他想要去俯瞰德黑兰的时候，他就会爬到最高的地方。国王也很辛苦，还得自己爬上去。最高的地方，他就可以俯瞰当时的德黑兰全景。这些是穿当地服装照相的，就是像这边就是一些新的宫殿，就还是需要单独花钱你才能进。看这个亮闪闪的、挺漂亮的蓝色的建筑，就是风塔，就用来降温用的。这边一路每一个厅都需要单独买票进去。如果你想看完所有的厅，你得花1天的时间，而且花不小的代价。好像是所有的一共有17个展厅，然后加在一起可能大概得100多200人民币吧，可能都不止。我真不知道它具体最后所有票都下来之后多少钱。大部分人可能就是大概花个10万里亚，买个3厅到2厅，最主要的那几个厅就够了。因为第一，其他的也看不懂，都是一些皇家的零七八碎东西的展览。第二就是太贵了。古列斯坦宫这里比我们想象中的大得多，拆了一部分之后还有17个，就不知道在拆之前有多少个。我们的古列斯坦宫的游览就到这里了。刺杀国王，现任的国王愧疚不已，权力的游戏。在敖犬的身上可以看到手机。根本不理我。订阅我们的频道，可别错过我们接下来精彩的伊朗之旅。